大家好，我是苏苏姐家的桃子，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小胖墩儿系列玩偶咩咩款。本教程电子图解可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趣之社进入查看。这款玩偶由主体和配饰两个部分组成，先购置主体，然后制作并安装各个配饰。主体包含身体、腿部和手臂，分别勾好后再进行组装。先学习身体的钩织，采用环形起针的方法，沿着起针、逆时针绕圈钩织。钩织过程中需要加入填充棉。先来认识一下表格，表格中用 R 加数字表示圈数，加减针情况说明这一列，表示钩织当前这一圈时需要用到的针法，以及加减针的情况。总针数这一列表示当前这一圈所有针法，全部钩织完成后的总针数。用到的针法有 X 短针、V 短针加针、锁针和引拔针。下面请看我演示具体的钩织方法。这款产品有云朵儿版和手编2号版，其中云朵儿版在使用云朵儿线材钩织时，为1根线进行钩织；手编2号版在使用手编2号钩织时，为2根线，并成这样1根线进行钩织。取线时，可以在线团外面和线团中心分别取1根线。这里我以云朵儿版为例进行演示。在正式钩织之前，先来学习钩边的基本姿势。为了方便大家看得更清楚，这里我用其他颜色的线做演示。具体的线材、配色以及钩针的型号，请参考我们对应产品的详情页和纸质图解。首先单环起针，右手拿起线头，在左手小拇指上绕1圈，从中指与食指之间穿过，接着用拇指和中指捏住线头，右手拿起钩针，放在线的下方，逆时针绕1圈，钩针上形成一个线圈，左手拇指和中指捏住线圈交叉的位置，线圈稍微拉大，把钩针放在线的左侧，绕线将线勾出，继续捏住线圈，保持大小不变，这样单环起针就完成了。开始钩第1圈，表格中 R1 是 8x，x 前面的数字是几，就钩几个短针，没有数字默认钩1个短针。这里表示在起针的线圈里面钩8个短针。钩之前先立一个锁针作为短针的起立针，绕线将线勾出。短针的起立针不算1针，因此在表格中没有标明。实际绕圈钩织时，没有特殊说明的情况下，每一圈的开始都需要钩起立针，并且短针的起立针不算1针，后面就不重复说明了。下面钩短针，钩针穿入大洞，钩针放在线的下方，将线勾出。这时钩针上有2个线圈，绕线一次穿过钩针上的2个线圈，一个短针就钩好了。对应右上方有这样一个 V 字形的辫子，这个就是短针的针目。
在这个针目上扣记号扣做标记。接着钩第二针，穿入，将钩针放在线的下方，将线勾出，然后绕线，一次穿过钩针上的线圈，又一个短针就钩好了。这一圈一共需要钩8个短针，继续钩完剩下的短针。3、4、8。完成后，收一下起针的线圈，拉紧线头，收紧织片中心。接着在这一圈第一个短针针目上钩引拔针结束，也就是记号扣的位置，穿入，绕线，将线勾出，一次穿过钩针上的线圈，引拔针完成。连接的引拔针不算一针，需要拉紧，以免后面多钩。引拔针同样在表格中没有标明，实际绕圈钩织时没有特殊说明的情况下，每一圈的结尾都要钩引拔针并拉紧，这样第一圈就完成了。继续钩第二圈，这一圈是8V，前面的数字是几，就连续钩几个短针加针。同样，如果前面没有数字，就默认钩一个短针加针，这里也就是钩8个短针加针。钩之前，同样先立一个锁针作为短针的起立针，接着钩一个短针加针，也就是在同一针目钩2个短针，穿入上一圈第一个针目，也就是刚刚引拔的同一入针位置。钩织时，把线头放在钩针的上方，边钩边藏进去。1，在这一针上扣记号扣标记。往后的每一圈，第一针都要扣记号扣做标记，大家不要忘记。2，这样就完成了一个短针加针。继续在左侧针目钩短针加针。如果看不清针目，大概对应位置入针。注意收线头。1、2，又一个短针加针完成。按照同样的方法，在剩下的针目中依次钩短针加针。最后一针完成后，在第一针针目上钩一个引拔针连接，
穿入第一针针目，绕线将线勾出，一次穿过钩针上的线圈，引拔完成，拉紧。这样第二圈就完成了。起针的线头已经长了一圈，如果还有剩余，可以剪断，也可以不用处理，作为填充物。有起针线头的这一面是反面，另一面则为正面。我们在正面扣记号扣做标记。后面钩织时均是正面朝外。下面钩第三圈，表格中 R3 是括号 xv 乘以8，这里的小括号表示为一组，乘以几表示重复钩织几次，这里表示括号里的针法重复8次。先钩第一次，立一个锁针起立，然后在上一圈的第一个针目钩一个短针，一道记号扣到这一针上，接着在相连针目上钩一个短针加针，这样就完成了一次括号里的针法。我再演示一次，先钩一个短针，再钩一个短针加针，这是第二次。接着再重复6次这样的针法，把这一圈钩完。最后一针完成后，与第一针针目引拔连接，拉紧，这样第3圈就完成了。接着钩第4圈，这一圈同样是小括号里的针法，重复8次。先钩第一次，立一个锁针起立，在第一个针目钩一个短针，然后在左侧针目钩一个短针加针，接着在相连针目钩一个短针。第一次完成，大家继续将剩余的7次钩完。最后一针完成后，与第一针引拔连接，拉紧，这样第4圈就完成了。下面我教大家数圈数的方法。可以看到，织物表面有一圈一圈这样的纹理，一个纹理表示一圈。数一下纹理，1、2、3、4，表示现在钩了4圈。这个就是数圈数的方法。
后面的第5圈到第14圈用到的针法在前面都有详细演示过，加减针情况说明所表示的意思都与之前类似，大家只要按照表格的针法顺序对应钩织即可。其中不加不减的位置表示挑上一圈的针目，一针对应一针钩短针，不需要加针。往下大家参考表格中的针法，将第5圈到第14圈钩完。钩织时不要忘记钩开始的起立针和结尾连接的引拔针。大家看，这就是第14圈完成后的样子。接下来钩第15圈，先立一个锁针起立，然后不加不减钩5个短针。接着看小括号里的针法 K， 表示空针，也就是跳过一针不钩。在左侧第2针依次钩6个短针。这样括号里的针法就完成了1次，往下再钩6次。完成后还剩下2个针目，跳过一针，在最后一针上钩一个短针。完成后与第1个短针针目引拔连接，拉紧，这样第15圈就完成了。后面剩余的圈数大家参考表格中的针法将它们钩完即可。钩织过程中注意塞入适量填充棉，不要塞得太多。最后一圈完成后钩一个锁针固定，预留15厘米左右的线头断线。将线头拉出，拉紧，然后穿入缝针，接着像这样依次挑针目的一根线，依次拉紧，然后将线头打结，将线头藏到织物里面。大家多藏几针后，剪掉多余的线头，这样身体就钩好了。钩好后可以将记号扣取下，也可以到最后统一取下。
下面来制作腿部，来看成品。腿部共有2条，都是采用环形起针的方法，沿着起针、逆时针绕圈钩织。下面请看我演示。大家先对照表格将前2圈钩好，这里我已经钩好了。下面来钩第3圈，先立一个锁针起立，然后依次钩3个短针。剩余的针目不用钩织，钩一个锁针固定，预留20厘米的线头断线。这样一条腿部就钩好了，注意将正面翻过来。往下，大家按照同样的方法再钩一条腿部。下面来安装腿部，这里我用小样讲解。腿部安装在身体第7到8圈处，之间间隔6到7针。身体引拔位置在后方，腿部缝在前面。将腿部第3排的这3个短针从2侧偏下方一点，缝合前可以先用记号扣固定一下，这里我已经固定好了。我先演示左腿，将预留的线头穿入缝针，然后沿着腿部边缘缝合。缝合方法没有要求，牢固即可。完成后打结长线，这样左腿就缝好了。右腿按照相同的方法将它缝好。到这里，腿部的制作就讲完了。下面制作手臂，来看成品。手臂也是有相同的2条，都是采用环形起针的方法，沿着起针、逆时针钩织。用到的新针法有 T 中长针、锁针2针的狗牙拉针。下面请看我演示。取出对应线材，先环形起针，完成后钩第1圈，在起针的大洞里钩3个短针，完成后收好线圈。
不用引拔，直接钩一个锁针固定。预留20厘米的线头断线。这样第一排就完成了。接着来钩第二排，取出对应线材，在左手上挂好，将第一圈正面对着自己，在第一针上进行接线，然后立一个锁针起立，然后钩小括号里的针法，先在接线位置钩一个短针，同一位置钩一个中长针，钩针绕线，穿入，绕线，将线钩出。现在钩针上有3个线圈，再绕线，依次穿过钩针上的3个线圈，这样一个中长针就钩好了，小括号里的针法就完成了。下面是一个锁针2针的狗牙拉针，先钩2个锁针，然后挑针目前方1根线和下方1根线，钩一个引拔针。这样一个锁针2针的狗牙拉针就钩好了。往下在左侧针目再钩一个中长针，我再演示一次中长针的钩法，钩针绕线，穿入，注意收好线头，再绕线，依次穿过钩针上的线圈，又一个中长针就钩好了。然后又是一个锁针2针的狗牙拉针，先钩2个锁针，然后挑针目前方1根线和下方1根线，钩一个引拔针，又一个锁针2针的狗牙拉针就钩好了。接着在最后这个针目钩小括号里的针法，也就是在同一位置先钩一个中长针，然后钩一个短针。完成后第二排就完成了，预留一点线头剪断。起针的线头已经收了一点，可以剪断。预留的线头顺着反面的纹理收好。这样一个手臂就钩好了，往下按照同样的方法钩好另一个手臂即可。接着将手臂缝到身体上，来看成品。手臂缝在腿部上方间隔4圈的位置，缝合时将手臂稍微倾斜一点。下面请看我演示。将手臂第一排预留的线头穿入缝针，缝合方法没有要求，牢固即可。完成后藏好线头。起针的线头也藏好。
这样一个手臂就缝好了。另一个手臂按照同样的方法，在另一条腿的上方缝合即可。这样手臂的制作就讲完了，到这里主体也就全部讲完了。下面来制作配饰，来看成品。配饰包含五官、叶子、角、郁金香、脚趾和尾巴。先制作五官，五官由腮红、眼睛、鼻子和耳朵组成。首先制作腮红，腮红采用环形起针的方法，沿着起针逆时针绕圈钩织。下面请看我演示。先环形起针，接着钩第一圈，先立2个锁针起立，接着在这个线圈里钩11个中长针。最后一针钩好后，收好线圈。然后预留5厘米线头剪断，将线头拉出，接着将起针的线头放到正面来，然后进行收针，将线头穿入缝针，将线头穿到反面，也就是起立针左侧的这一针。再从最后一针针目中穿到反面，稍微拉紧，这样收针看不出引拔痕迹，织物比较美观。然后将2个线头预留一点剪断，这样一个腮红就钩好了。大家按照相同的方法再钩一个。下面来安装腮红，来看成品。腮红是粘贴在手臂上方偏里一点的位置，反面朝外。下面请看我演示。取出一个腮红，先将胶棒用打火机或者蜡烛融化后涂在腮红的反面。如果有胶枪，也可以将胶棒放入胶枪中预热后使用。预留的线头一起粘在里面，这样一个腮红就粘好了。大家按照同样的方法将另一个也粘好，这样腮红的制作就讲完了。取出一个腮红，先将热熔胶棒用打火机或者蜡烛融化后涂在腮红的反面。如果有胶枪，也可以将热熔胶棒放入胶枪中预热后使用。在腮红正面涂抹胶水，
预留的线头也一起粘贴在里面。这样一个腮红就粘贴好了，大家按照同样的方法将另一个腮红也粘好，这样腮红的制作就讲完了。下面来制作眼睛，来看成品。眼睛采用锁针起针的方法，沿着起针钩织，钩好后预留一点线头断线即可。随后在上面绣制眼白。下面请看我演示。首先锁针起针，左手挂线，右手持针，逆时针绕线，左手拇指和中指捏住线圈交叉的位置，把钩针放在线的左侧，绕线将线勾出。起针的这个结不算作一针，稍微拉紧，调整线圈大小。接着钩4个锁针，这样起针就完成了。开始钩第一排，倒2，表示从倒数第2个锁针位置开始钩织。钩针挑起，倒数第2个锁针的外侧半针，钩一个短针，接着调左侧锁针的外侧半针，再钩一针短针，现在还剩下1个锁针，再钩一个短针，最后钩一个锁针固定，预留5厘米线头断线。这样眼睛的钩织就讲完了。下面来绣制眼白。首先剪取一节对应颜色的线，抽取其中的一股，穿入细针，对折，结尾打结。现在眼睛反面固定线头，接着将针穿到正面，在这一面绣制结力绣作为眼白，用左手拇指压住缝针，将线在缝针上绕3圈，大拇指压住线圈，拉出缝针，拉紧线头，接着从相邻位置穿入，
线头在反面打结藏好。这样一个眼白就绣好了，一只眼睛也就制作好了。大家按照相同的方法将另一只眼睛也制作完成。眼睛制作好后，将它粘在腮红上方1点的位置，在反面涂抹胶水。往下按照同样的方法，在另一侧粘贴好眼睛。这样眼睛的制作就讲完了。下面来制作嘴巴。嘴巴是绣制而成，在2个眼睛中间位置绣制。下面请看我演示。剪取1节对应线材，穿入缝针。这里我已经准备好了，在身体里面先藏好线头。然后横向绣1条线段，接着绣1条竖向的线段，要将横向的线段压在下方，缝针从横向线段下方1点出针，注意要将这个横向线段压在下方。然后间隔1点距离，穿入身体，在身体里面藏好线头。这样，嘴巴就完成了。最后来制作耳朵，耳朵有2只，制作方法相同，都是采用锁针起针的方法，沿着起针往返钩织。下面请看我演示。取出对应线材，在左手上挂好，然后锁针起4针。接着从倒数第2个锁针，先开始钩1个短针加针，接着钩1个短针，然后钩织大括号里的针法。大括号表示的意思是在同一位置钩织。先钩1个短针，2个锁针和1个短针。钩好后旋转织片，继续调左侧锁针，剩余的2根线依次钩2个短针，将线头收好。完成后引拔连接，拉紧，预留20厘米的线头断线。
起针的线头可以剪断。这样一只耳朵就勾好了，大家按照相同的方法勾好另一只耳朵。下面将耳朵缝到身体上，来看成品。耳朵缝在身体左右两侧，偏前方一点的位置，与腮红距离大约4厘米，占据2圈。下面请看我演示。先将耳朵预留的线头穿入缝针，然后将耳朵结尾与身体缝合固定。然后再将耳朵大致中间这里与身体固定一下。完成后藏好线头。这样一只耳朵就缝好了，另一只按照同样的方法在对称的位置缝合。这样耳朵的制作就讲完了，到这里五官的制作也就全部讲完了。下面来钩织叶子，来看成品。叶子采用锁针起针，沿着起针钩织，用到的新针法有 F 长针，下面请看我演示。先锁针起9针，然后调起针的倒数第2针，钩一个短针，接着是一个长针，钩针绕线，挑相邻锁针穿入，将线钩出。现在钩针上有3个线圈，绕线从前2个线圈中钩出，还剩2个线圈，再绕线一次穿过，这样一个长针就钩好了。相邻针目再钩一针，钩针绕线穿入，将线钩出。现在钩针上有3个线圈，绕线从前2个线圈中钩出，重复2次，1、2，这样又一个长针就钩好了，还剩2个锁针，依次钩一个短针，一个引拔针，然后立5个锁针起立。从倒数第2个锁针开始钩织，现在遇到表格中标红的引拔针，这一针钩在刚刚这个引拔针的同一路针位置，也就是这里。最后钩3个引拔针，最后钩一个锁针固定，预留15厘米的线头断线。
这样叶子的钩织就讲完了。下面将叶子缝到身体上，来看成品。叶子是缝在身体最后一圈，靠前一点的位置，叶子正面朝前。下面请看我演示。将叶子预留的线头穿入缝针，缝合时注意将叶子的正面朝前。完成后，藏好线头。起针的线头也藏好。这样叶子就缝好了。下面来制作羊角，来看成品。羊角采用环形起针，沿着起针、逆时针绕圈钩织。下面请看我演示。先环形起针，然后钩第一圈，完成后引拔连接。下面来钩第二圈，这一圈挑上一圈的针目，一一对应钩短针。起针的线头可以剪断了，将正面翻过来，最后引拔结束。拉紧，这样第二圈就完成了。下面对照表格钩织到最后一圈前。大家看，我这个是钩织到最后一圈前的样子。钩最后一圈前，先在里面塞入填充棉，这里我已经填充好了。下面来钩最后一圈，这一圈钩6个短针减针。先来钩第一个，
钩之前，先来认识一下针目。一个针目有这样的2根线，靠近自己的这一根是前半针，远离自己的这一根是后半针。钩针穿入第一针针目的前半针，再穿入左侧相邻针目的前半针。现在钩针上有3个线圈，绕线从前2个线圈中勾出，钩针上还剩2个线圈，绕线一次穿过，这样一个短针减针就钩好了。我再演示一次，钩针依次穿入左侧2个相邻针目的前半针，现在钩针上有3个线圈，绕线从前2个线圈中勾出，钩针上还剩2个线圈，再绕线一次勾出，这样又一个短针减针就钩好了。完成后将剩下的短针减针钩完。全部完成后，最后一圈就钩好了。完成后引拔连接，预留20厘米的线头断线。最后按照主体收口的方法进行收口。拉紧，这样脚的钩织就完成了。将脚缝在耳朵旁边，占据3圈的位置。脚的结尾几圈与身体倒数第4圈缝合，缝合时卷出这样的形状。下面请看我演示。将脚预留的线头穿入缝针，先将结尾与身体固定一下，然后将脚开始这里像这样卷一下，与身体倒数第5到6圈固定。
缝好后，将线头藏到身体里面。这样一个羊角就缝好了。往下大家按照相同的方法将另一个羊角也缝好，这样羊角的制作就讲完了。下面来制作郁金香。来看成品，由花朵和花干组成。先钩织花朵，花朵分为2个区域，先钩织2个一区，然后合并钩织2区。一区采用环形起针的方法，沿着起针、逆时针绕圈钩织。下面请看我演示。先对照表格钩织2个相同的一区，一个断线，一个不断线，这里我已经钩好了。接着钩织2区，先连接2个一区织片，接着没有断线的织片钩织，立一个锁针起立，先钩3个短针，钩的时候线头可以收进去，也可以后面藏到花朵里。然后取出另一个一区织片，从第一圈的第一个针目开始，钩5个短针，同样线头可以收进去，也可以后面藏到花朵里。最后再把这个一区织片剩余的2针钩完。将正面翻过来，完成后与第一针引拔连接，这样第一圈就完成了。往下对照表格将剩余的圈数钩完，钩完后预留线头断线，将线头藏到花朵里面即可。这样花朵部分就讲完了。大家看，这个就是花朵钩完后的样子。下面来钩织花干部分，来看成品。花干采用锁针起针，然后沿着起针钩织，钩完后预留15厘米的线头断线。这样花干部分也讲完了。大家看，这个是花干钩完后的样子。最后将花干与花朵组装起来，将花干预留的线头穿入缝针，
将花杆与花朵的结尾处缝合。然后将线头藏到花朵里面。起针的线头也藏好。这样郁金香的制作就讲完了。最后将郁金香安装到玩偶本身右手的手臂处，与手臂和身体粘贴。花朵与身体贴合的一面粘贴。粘贴时稍微有这样倾斜的角度。大家参考成品或者根据个人喜好将它粘好。这样郁金香的制作就全部讲完了。下面来制作角，来看成品。角采用环形起针，沿着起针逆时针钩织，钩完后不引拔，直接预留一点线头断线即可。大家对照表格将它钩完。钩完后将它粘在腿部起针处，有豁口处朝上。粘贴时将线头在背面粘好。这样角的制作就讲完了。最后来制作尾巴。尾巴是采用环形起针的方法，逆时针绕圈钩织，钩完后预留20厘米的线头，将其缝在身体后方，大致居中第7到9圈的位置。沿着尾巴最后一圈边缘缝合，缝合前塞入适量填充棉。大家对照表格参考成品，自行将其完成。这样尾巴的制作就讲完了。到这里配饰部分就全部讲完了。到这里这款玩偶的制作就全部讲完了。如果大家在制作过程中还有不清楚的地方，可以与我们的客服联系。苏苏姐家一针一线，享受生活乐趣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集再见。